天哪，这是什么景儿？看那些鸟飞起来了，好漂亮啊！牛皮！来到米识图的小可爱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 Yupi，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现在呢，我是在法国的诺曼底大区哈。今天呢，又到了我们的名记美食啊，在我身后呢，就是法国每年吸引游客最多的景点，也是被大家问的最多的地方啊——法国圣米歇尔山。今天呢，我将带大家游览一下建造于中古世纪的圣米歇尔山，品尝一下来自于朝圣1世纪的美味。去圣米歇尔山呢，我们要经过这么一个长长的栈道才能够到达。曾经的朝圣者在没有桥的情况下，要走这种暗流汹涌的滩途才能够到达他们心中的朝圣地。哇，气势恢宏啊！那上面呢，就是圣米歇尔山的修道院了。在它的顶上个尖端上那个地方有一个金色的雕像，那个就是大天使圣米歇尔。之前还有小伙伴问我这地方有人住吗？看看啊，除了它的当地居民每年这里的游客也是相当的多，能够达到250万人呢。现在位于我面前的呢，就是圣米歇尔山的大门这是一个吊索桥。1979年的时候，圣米歇尔山就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进来以后呢，我们就能看到留存至今、建造于上古世纪的圣米歇尔山老建筑。行走在这种小道上，就有一种1秒回到上古世纪的感觉。走进来以后人山人海你看看。这道都走不动了，我的天哪！两边呢都是各种各样的小商店售卖一些当地的纪念品。现在呢，我们就沿着这个垂直的阶梯去看一看圣米歇尔山的外城墙。14世纪英法战争的时候呢，圣米歇尔山还建造了一些军事工程你看，像我旁边这一个，就当时建造的防御口，望出去就是圣马洛海湾。看看，现在已经开始涨潮了，最后整个沙滩全部都会被海水围绕。2006年之前呢，因为人为的破坏我们还看不见潮水涨上来的样子的。06年开始，法国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规划和整治直到15年的时候，潮水才能够重新包围住圣山，海上仙山的美誉呢也重新回归。哎呀，可惜了，这儿不能赶海没啥大货。好了，圣米歇尔山的主建筑就在我身后的修道院。修道院1张门票10欧。沿着这个长长的石阶我们就能够进入修道院。哎呦，啥子妖风，人都吹飞喽！来，咱看看这11欧，看看这修道院里有啥。我第一次进来墙壁上呢都有一些圣米歇尔山曾经的历史图册展示，比如说这幅画，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修道院曾经是被改造成了一个监狱。看看我身后有一个巨大的转轮上面呢吊了一根线一直通下圣米歇尔山的山下这是在修道院被称作监狱的期间呢，专门用来运送囚犯的食物的。看见下面那些人跟小蚂蚁似的，我们现在已经差不多是在最高的位置了。从这里看出去，你看那后面那个顶上，那个就是圣米歇尔山的最高处现在的修道院呢，能参观的只是很小一部分因为里面呢还生活着修女你看这些海鸥，一点都不怕人。有没有薯条？愚蠢的人类！进到这个教堂里边，大家看看我上面的这个顶，还有周围的这些柱子，全都是花岗岩这个圣坛所教堂呢，原为罗曼式的风格，但是于1421年的时候倒塌了，一直到英法百年战争结束以后才以火焰式哥德风格重建而成。像这种高穹顶的设计呢，就会让整个建筑呢感觉气势恢宏。整个圣米歇尔山呢，其实就是一个花岗岩体它的所有建筑呢，全都是建造在这个花岗岩体上面的。这些地方各种羊肠小道，通过漆黑的走廊，咱们就可以到达阳光充沛的小花园里，在小花园里晒晒太阳也很舒服嘛。圣米歇尔山呢，我就带大家逛完了现在呢就带大家尝一尝来自朝圣1世纪的美味鸡蛋饼。
这家普拉嬷嬷餐厅呢，已经拥有135年的历史了。有许多名人，例如画家毕加索以及《老人与海》的作者海明威啊，都曾光顾过这里。这家餐馆最著名的一道餐点呢，就是烘蛋。哇，好有历史感这个餐厅。好了，看看我后面这一扇墙啊，上面全都是名人来这里吃过的那种照片啊。来看看大家都认识谁呀？哎，我认识他。伊夫·桑罗汉啊，就是伊夫·圣罗兰的创始人。来看看今日菜单，这个就是他们的特色蛋饼啊，是松露的蛋饼，一个蛋饼45，其他的菜也不便宜啊，一个羊也要35。这家餐馆其实我以前来过，那时候鸡蛋饼卖35。老铁，你的鸡蛋饼是卖的越来越贵了。整个餐馆呢都建造在一个花岗岩体里啊，你看背后啊还能看到那些石头。我们Messi，我的前菜法式塔达生牛肉，这道菜呢是用小牛肉来做的，上面呢还搭配了一些鲟鱼子酱。像塔达生牛肉呢是法餐一个比较经典的菜品啊。一般这个塔达生牛肉里呢，会加入一些法式芥末啊，来避除掉那种生肉的腥膻气，再搭配上鱼子酱，让这个鲜度提升啊，不错的。Messi， 我看我煮它在晃动，看见没？得。这个蛋饼啊是有一个高度的，看见没？上面还撒了一些黑松露。咱就是说，这个鸡蛋饼为什么那么贵呢？因为呢，它全是靠人工啊，把鸡蛋打发成泡沫状。这个打蛋的时长甚至要到1个小时到2个小时才能打发成这个样子。看看啊，别人是有节奏的啊，啪啪啪，像音乐一样。然后把这些奶泡放到一个铁制的长饼锅里边，用柴火把这个鸡蛋烘熟。这是啥酱啊？蘑菇酱吗？哦，松露酱。哎，倒完，不要浪费了这个故意。随着时间流逝，我在这儿拍啊，它的那个蓬松度就会降下去，鸡蛋饼就会塌啊，得赶紧吃啊。就这个蓬松度，我感觉这有没有1个鸡蛋啊？天价鸡蛋350啊！我告诉你，吃进去就是一口泡沫。你要说它是融化了也行吧，但是吃进去就是一口泡。虽然说你程序确实复杂，但是你一个鸡蛋饼卖350块钱人民币，是不是有点夸张？其实关于这道烘蛋呢，还有一个挺美丽的故事啊。就几个世纪之前呢，这家餐馆的老板娘安娜特普拉就总在这个窗口上看这些朝圣者经过那个海峡，就害怕他们有危险。不知不觉呢，手里的蛋呢就打发成了很高的泡沫了。最后这一道充满传奇色彩的菜肴就诞生了。你那个看上去也好吃，这个是那个盐滩羊。什么是盐滩羊？一看你就是没有见过什么世面的人。这个盐滩羊就是刚才我们来的时候，你看见那些羊嘛，不是在那个草地上面吗？那下面都是盐滩啊，就是因为被海水浸过，这个羊就是在上面吃那些草长大的，所以那个草呢含盐量非常高啊。羊呢吃了这个草呢，它的肉质呢就更加的紧实和鲜美。机智如我。我先吃一坨啊，给你看一下是不是紧实，是不是好吃啊？哇，蒸就好像猪肉啊，一点羊的膻味都没有，好吃的。你点这个好吃。这个羊肉肥瘦相间的，汁水非常的丰厚。甜点来了啊，还是一个烘蛋饼，然后配了一些焦糖梨和苹果，一样的套路，同样的手法，只是这个呢是甜的。闻上去呢，有一股朗姆酒和焦糖混合的香味儿啊！这一次我就要赶紧吃了，全都是泡泡，全都是奶泡泡。你看，等，你知道吗？你去搓烂它，感觉很舒服，很解压。再配上一些焦糖苹果，哇！一进嘴，那个朗姆酒微微的那个苦味儿啊，马上就在嘴里，然后过后就是甜。但有一说一啊。这个鸡蛋变成甜的，我告诉你，我要克服一点心理障碍啊！
又到了南北甜咸之争的时候了，你家的豆腐脑是甜的还是咸的？这一顿餐呢，我们一共花了112啊，包含酒水啊，差不多就是50多到60欧一个人吧。这家餐厅呢，在网上的评论非常的低啊，但今天来体验了一下呢，我觉得有一说一，菜品味道还是可以的，但是这个价格嘛，确实就有点贵了。大家觉得这个价格贵吗？好了，更多有趣海外视频，记得关注优品，每周日更新，别忘了转评赞3连哦，拜拜。更多有趣海外视频，记得关注优品，每周日更新，别忘了转评赞3连哟。